哎，哎，小哑巴，过年好啊！哎呀，来，哎，你来干什么？哑巴，谢谢你啊！这大年三十的，给我送饺子吃。我知道，是乡亲们让你给我送的饺子，对不对啊？谢谢乡亲们呐。咱们俩一起吃饺子，过除夕。啊，来。好吃啊，好吃，来。1971年9·13事件以后，毛泽东想到了洪学智，他让周恩来了解洪学智的情况。来，什么事啊？省革委会来领导了。高连长叫我通知你去开会。啊，省里来的领导啊？啊，一会儿啊，咱们加工连有好多人都要去，说是要给你提意见、做鉴定。哦，好啊，那我就去听听。啊，我估摸着这是要给您找麻烦呀，您可得小心点儿啊。好。啊，对不起啊，我来晚了。坐吧。来，坐。来了，坐。今天省革委会领导来啊，就是想了解了解洪学智啊在咱们金宝屯劳动改造的情况。大家有什么看法啊？有什么意见就说说啊。那你们畅所欲言啊，我回避一下。那倒不必。大家对洪学智有什么看法啊？有啥意见？在金宝屯这几年有什么问题啊？大家要畅所欲言的提出来啊！哎呀，大米干饭呐，咋还闷住了呢？啊，小孙，站着干啥呢？起个头。那我就先说两句。那个老红头刚分来不久啊，就分到我们豆腐班了。是他教会了我们点豆腐。他教你们卤水点豆腐了？真的？当然了，就是这样的。这是真的。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相信老红头会点卤打豆腐，后来才知道，在抗日时期就跟一位姓周的大爷学会了点卤打豆腐。啊，好，你继续说吧。这老红头在豆腐班不久之后，又调到了粮库工作。他快60岁的人了，180斤重的粮包他抢着扛。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也不闲着，拿着笤帚东扫扫西扫扫，就连晒场那个地缝里的玉米粒儿，他都拿手指头抠出来。他还领着我们大伙儿养了20几头猪，改善我们职工的生活，对不对？对呀。洪学智的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呢？你天天跟着他？对呀，领导让我天天盯着呀。啊，不是，我说错了，是领导让我天天跟着老红头，同吃同睡同劳动，所以我比别人啊知道的清楚一点。好了，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都一起说说。我来说两句吧。啊，坐下说。哎，老红头啊，他什么苦活累活都干，对我们知青还特别照顾。上次小孙感冒发烧了，他整夜不睡的照顾。还有一次啊，小孙过年的车票都是老红头支援的。
老红头还是一个既能吃苦又很乐观的人，我们都很喜欢他。他讲的革命故事啊，我们都爱听。对呀，什么红军过草地啊，抗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都讲的可好了，是不是啊？是啊。哎，这个哑巴要说什么呀？小哑巴的意思是说去年秋天的事儿，农场不让屯子里的农民捡落在地里的玉米粒儿，老红头呢替他们打抱不平，就这事儿。是这样的，我已经接受了老红头的意见了，现在呢，已经允许老百姓到地里去捡玉米粒儿了。还有谁想发言吗？你们可以再说说。高连长，你是红学志的直接领导，还是你说说吧？洪学智到我们农场来劳动，领导分配他来到我们加工连，我是他的直接领导。我认为洪学智同志在我们加工连爱护知识青年，工作积极肯干，吃苦在前。应该说，菜种得好，猪喂得好，粮食扛得好，晒得好，面粉也磨得好。你们笑什么呀？我姓高的从来不说假话，尤其不能在省里来的领导面前说假话啊！总之，老红头在我们金宝屯农场，在我们加工连表现还是不错的。好。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可以再谈谈。没有了，好了，散会。这个会到此结束，散会。散会了。走吧。那把老红头叫进来吧。老红头啊，来，来一下，领导找你谈点事儿。好，快去吧，去呀。领导，有什么事情吗？我给你透露点消息，组织上已经决定了，请你回省里工作。你们都来了，来送你的。哎呀，老红头啊，在金宝屯生活的这段日子啊，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包涵啊。哪里啊？我在咱们金宝屯这1年多呀，收获很大呀。啥收获呀？受苦了，脸黑了，没有掉肉了，没有。我在金宝屯1年多呀，我交了这么多知心的朋友。你看，小哑巴，还有小王、小猴还有咱们小孙、小杜，这么多的年轻人跟我在一起啊，我高兴啊。是啊，当然了，还有你高连长。老红头，你呀，这个，你也是这个。上车吧。好，东西都装上。再见了。上车。慢点啊。好。你们年轻人别光顾着劳动干活还得学习文化呀，好好学习文化。我听说国家有了新政策，年轻人可以考大学了。像你们这个知青也可以考大学啊。小杜以后有机会考大学，你就报考医学院吧。我也这样想的，可是这农场连一份复习资料都买不到。没事，资料的事儿我回长春了，我替你解决。行，那太谢谢你了。好了，都回去吧。连长，你也回去吧。哎呀，老红头啊，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呀。你说。你在咱们金宝屯待了有1年多，我是天天的喊你老红头，但是你不知道，我是你的战士，我是你的兵，你是我的司令啊！这怎么讲啊？当年
我是志愿军战士，跟着你一起到了朝鲜战场，就在咱们志愿军的后勤工作。敌人的飞机在绞杀站的时候炸聋了我的耳朵，但是他没炸瞎我的眼睛，更没炸坏我的心。我记着你，洪司令呢。你到了金宝屯，他们让我们把你当成三反分子来对待，可我们没这么做。知识青年们把你当成他们的老师，当成他们的亲人。我高连长在心里一直把你当成我们的好部长，洪司令。你也是我们国家的功臣呐！谢谢司令了，谢谢我的洪司令。走，洪司令再见！再见，洪司令再见！洪司令，再见了，洪司令。再见。再见。金宝屯是个出金出宝的好地方。1972年5月，洪学智结束了在金宝屯农场的劳动改造，回到长春家里。1974年8月，被任命为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局长。哎呀，老洪头，这厂子站住！呀！干什么呢？走，咱进去。你们干什么呢？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找谁啊？我们找洪局长。别吵吵把火的，还我们是干什么的？你把老洪头找出来一问，不就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了吗？什么老洪头啊？我们领导现在很忙。领导，我们高连长才是他的领导。你去跟他说，他领导来了。你是他的领导？咋的呀？长得不像啊？不像，不像也得进。哎，你不能进去！老洪头，老洪头，咋的？你不认识我了？哎呦，哎呀，哎呀，高连长啊！哎呀，你好，你好啊！这是小孙，你好呀，小孙。这是小杜宏宇。哎呀，小杜。这个是小李子。小李。哎，小李子，你好啊！你们今天怎么来了？哎，这大喜事儿啊！小杜啊，考上大学了。是吗？是。这不，我跟小孙儿到长春来，说给小杜买点东西啊，送他上大学。孩子啊，这要来看看你啊！哎，真考上大学了？给你报喜来了，老洪头。哎呀，好啊！这孩子当初我看他就有出息，考上大学好啊，这是一件大喜事啊！是啊，这说来看看你，可真说我们长得不像领导，不让我们进。你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在金宝屯农场劳动的时候，我的高连长，哎，管我的，那就是我的大领导啊！怎么样，像不像大领导？像，领导好。高连长，晚上大家伙都到我家吃饭，咱们好好喝上几。行，为小杜考上大学，咱们好好庆贺庆贺。行啊，你把小鸡子都给你拿来了啊，咱们炖鸡行不？行啊，走，来，走，打进来，走。来，哎呀，吉林医科大学，好啊，好啊，老洪头啊，杜宏宇啊，可是咱金宝屯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啊，咱们农场的老乡们都可为他高兴了。是啊，老洪头啊，你为我考大学的事儿可是操了不少心呢。哦，您寄来的复习资料真是帮了我大忙啊！哎呀，那不都是应该的吗？老洪头，我得敬你一杯啊！就因为你给小杜写的那几封信，对他的帮助特别大。来，我们敬你。好，小杜啊，好好学习啊！来，老洪头，你看，这是您给我寄的围巾，我一直戴着呢。哎，这可不是我寄的，那是你张阿姨啊，上街给你买资料的时候，顺手给你买的围巾。好，张阿姨，谢谢您了。谢谢张阿姨。来，小杜啊，哎，那我们得敬张阿姨一杯啊。哎呦，可别敬我，在金宝屯啊，你们大伙儿没少照顾我们家老洪，我还得谢谢你们呢。来，喝一口啊！来，喝一口吧，张阿姨。他代表我，您喝一口吧。来，喝，来，我替他喝。
哎，首长。高连长啊，这一转眼啊，我离开金宝屯2年多了，可不怎么的。我时常想起咱们金宝屯啊和加工连的同志们啊。是。哎，那个小哑巴怎么样了？好啊，小哑巴现在已经不放马了哦，让他到农场的学校去看大门。这孩子啊，心眼灵，守着学校啊，现在自己能写不少字儿了。哎呀，这小哑巴虽然不会说话，可心里头啊亮堂着呢。亮堂啊！孩子挺可怜，从小就没爹妈。咱们加工连啊，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给他找个好媳妇儿，让他过上好日子。你放心吧，老红头，我们把你的心意啊带到，做好啊！好。哎呀，你们来我家，我真是高兴啊！咱们一块儿再干一杯。好，好，干，来，干！好。总理呀，总理，洪局长，我们都知道了，周恩来总理已经逝世了。洪局长，周恩来总理逝世，我们总得开一个追悼会吧？当然要搞追悼会，以寄托我们对总理的哀思。洪局长，上面有通知，不准统一搞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真不明白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一个国家的总理去世了，竟然不让统一的搞悼念活动。荒唐！那怎么办呢？我们局里自己搞。自己搞，能行吗？有什么不行的？我们局里搞悼念活动，寄托我们对总理的哀思和深深的敬意，为什么不可以啊？有什么问题我一个人顶着，我大不了我再去农场，我劳动改造去。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洪学智的命运也再一次被改变。真是好事啊！哎呦，你们还待在这儿干什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走，我们上街去，好好庆贺庆贺。洪局长，上级还没有通知咱们上街游行庆祝啊！粉碎四人帮，对我们党、对国家和人民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决定性的胜利啊！这么大的喜事，我们不好好庆祝庆祝，那怎么行啊？咱们局人太少，行不成声势。这还不好办，去弄几套锣鼓，敲起来，再买些鞭炮，边走边放，不就把人吸引来了吗？声势不就大了吗？这个主意好，马上办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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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哎呀，中央组织部通知了，请洪学智同志马上回北京，有重要工作。好事啊！少和，少和，怎么了，嫂嫂？好事啊！
是这样，中央已经为洪学智同志安排了新的工作，飞机正在机场等候呢。赶明呐！老首长，老天爷怎么说下就下？快带上！这个，快搬进去，搬进去！洪学智1960年4月下放吉林时，年仅47岁。1977年8月重回北京工作时，已经64岁。在这17年里，洪学智在政治风雨中经历了多少磨难和考验？洪老，您在东北的时候，我们党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您被选为军委委员。这次把您从东北接回北京，就是参加军委会议的。从现在起，您又回到部队了。明天开会要合影，其他领导同志都穿军装，您也要穿呢。我没有军装啊，这样，要不然照相的时候我就站在后排，算是军民结合吧。那怎么行啊？还是找一套军装穿着，我给您安排。好。老首长，老首长，哎呀，老首长，牛大伟，老首长，牛大，老首长，老部下都来看你来了，多年没见了，你还是这么精神。来，见见老首长，见见老首长。你们好，老首长好啊，你好，老首长啊，你还是那么精神呐？哪里呀，老了，65了。你比我小啊？我63，对，比你大2岁。老首长啊。这个乱七八糟的文化大革命啊，整整耽误了我们10几年的好岁月呀！要不耽误这10年的岁月，咱们会为国家、为人民做多少事情啊？是啊，是啊，是啊！哎，快坐坐，来吧，来，坐。首长，你看看谁来了？老首长，我受中央军委委托，发给老红军、老八路、洪学智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世事轮回呀，想当年在延安窑洞
托奉上级的命令，摘去了你的五角星和红名章。40年后，我又受军委委托，给你发新军装，给你啊，戴五角星，戴红名章。哎，把这个还给你。当年在延安窑洞，是毛主席传真引线，让我封上红五星和领章。这么多年了，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英灵驾鹤西行。你我也是白发染鬓，领袖不在，谁能传真引线呢？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年啊，我留下的汉室，如今就是历尽劫波，兄弟散。相逢一笑啊，泯恩仇啊。曾记否？哎，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相如故。现如今，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来，报告，洪学智来了，说要见您。快请。是。快请。叶帅，老洪啊，好些年没见面，你可老多了，老多了。这些年你在东北可没少受委屈啊。叶帅啊，我个人的委屈算不了什么。来，坐。好。谢谢。老洪啊，这些年你在东北过得还好吗？叶帅，我活过来了，只是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啊。不过这场浩劫也识别人，也考验人，最后能够问心无愧的挺过来，就是胜利啊。老洪啊，
这次把你从东北调回北京，我想让你再回总后工作。你对后勤工作做了那么些年，很有经验。后勤这摊子很大，60多万人呢，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干扰，受破坏很严重。这次你回后勤工作，好好的整顿一下，把组织搞健全一些，把这个工作关系理顺它当洪学智准备到总后勤部就任之际，中央军委又根据战备的需要，于1977年9月任命他为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负责全国军工产品的研制和生产。哎呀，老伴儿啊，你怎么跑到办公室来了？你还记得你有个老伴儿啊？咋能不记得呢？我就是工作太忙了，好些日子没有回家看你和孩子们了。我看呐，你是真把办公室当家了。老伴儿啊，你先坐一会儿，我把手上的一点事情给办完。行，那你就赶紧忙吧。老头子，我看你当年战争那股子劲儿又上来了，又不顾身体。说起来我还真是把这办公室当成家了。对不起老伴儿，这国防工业我是第一次管事情太多了，又不熟悉，要想从外行变成内行，我就得加把劲儿那你也得爱惜身体呀。是你看我这身体好得很呢。我在金宝屯扛麻包、挑粪、种菜、养猪，你把我这身体给练的结实着呢。我问你一件事儿。什么事啊？来，什么事啊？当年你那么多的问题，组织上都给你平反了吗？既然中央委我以重任，那不就是给我洪学智平反了吗？那应该有一个正式文件吧？当年你戴了那几顶帽子，走资派三反分子现在调回中央工作，总得有个正式的说法吧？哎呀，老伴儿你就放心吧，咱们要相信党中央，这件事是迟早的事儿。
张文同志啊，张文同志，张文同志。什么情况啊？又不是党组织开会，怎么不叫老伴儿，叫同志了？张文同志啊，哎，你请坐。我现在宣布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批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下发了为洪学智同志彻底平反的文件。推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消除影响。来，平反了是好事情嘛，你哭什么嘛？我给孩子们打电话，回来一起庆祝。哎，对，把孩子们都叫回来，我亲自下厨，我给他们做几个好菜，让孩子们好好吃一顿。啊，哎，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啊？你说，我都答应。哎，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我受到审查，那天我回家以后，你给我唱了一首歌。8月桂花遍地开。对，就是这首歌。哎，我跟你说，这首歌可是我们家乡的红歌啊，也是咱们俩的定情歌，所以说你得给我唱一首啊。唱的不好听了。哎，我这红老汉就爱听这老太婆唱的歌。哎，你刚才可是说什么条件都答应我，你不能出尔反尔啊！啊？行，我给你唱。那咱们就来一个郑重其事的啊！哎，好正向。哎，把这个放下，请上舞台。哎。下面请听革命歌曲《8月桂花遍地开》，演唱者红军战士张文，鼓掌。准备好啊！当当啷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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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8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1959年，我离开这里。1980年，
又回到这里。转眼间20多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好，来，同学们，今天呢，我们就做这篇作文。我的爸爸是一名解放军。老师，这个题目的作文已经做过3遍了，今天再做一遍。可以做一遍呢。好了，别吵了，安静点，安静点，别吵了。何老师，今天总后勤部的洪部长来看望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啊，首长好。老师好。这是学校教语文和数学的葛老师啊，葛老师好。首长好。你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首长辛苦了。来，同学们，起立，向洪爷爷问好。洪爷爷好。同学们好，孩子们好。来，都坐。你几岁了？我8岁了。啊，来，让爷爷看看你写的字。我的爸爸是一名解放军。写得好。来，孩子，让爷爷看看。你几岁了？我7岁了。洪部长，这个学校办起来很难，只有3位老师，都是随军家属，还算是有点文化的。好。好，孩子们，跟爷爷再见。洪爷爷再见。好好学习啊，啊！再见，葛老师。再见。再见，首长再见。来，我们继续，把这篇作文再写一遍。葛老师啊，哎，你以前在家做什么的呀？我当售货员的。什么文化程度啊？小学毕业。洪部长，其实我到部队来也没什么工作，部队呢就让我在学校带孩子们的语文和数学。实际上，我教课很吃力的。这位老师呢？我读了小学4年级，以前在县城里一个食堂管伙食账目。哦，那你在学校教什么科目啊？我教历史、地理和政治3门课，我也是边学边教孩子们的。哦，叶老师，你呢？我小学还没毕业呢，我是在地方上当幼儿园老师，在这里负责教音乐和绘画。你们3位军嫂老师，有的小学毕业了，有的小学还没毕业，让你们来教这些孩子，实在有些难为你们呐。首长，我儿子在这里念书，念了6年，本来该上初中的，可初中在100十里外县城，县城里没有寄宿学校，13岁的孩子每天跑10几里的山路到县城里，很危险呐。我曾想跟我爱人说，还是转业回地方吧，不要耽误了孩子，又怕拖了他的后腿。孩子的教育千万不能马虎啊。对呀。你们有你们的难处，
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但凡有一点办法，就不能让孩子们这么凑凑合合的上学。这个营房的设计，你们都研究过了？洪部长，我们研究过了。这样的靠着山建筑营房，建筑用料就地取材，很省钱的，工期也短。希望总部能尽快把专用的经费拨下来，款子一到就可以开工，最迟中秋节前后就可以住进新营房了。咱们今天呢，先不说营房怎么建，先谈谈小学校的事情。我早就听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咱们边远地区军队干部献了青春献子孙呐。今天呢，我亲自到这山沟来看了看，此话一点儿不虚啊。同志们，咱们可以为国献青春，但是最好不要献子孙呢，因为子孙是我们祖国的未来。营房都建在这山沟里，部队的生活也比较艰苦，家属就业难，孩子读书难。这样下去，势必会影响我们干部的思想稳定。我想啊，从现在开始，部队再建营房，应该在符合战备的条件下，尽量向中小城镇靠拢，不再允许建设那种山散洞式的羊拉屎式的分散营房了。部队要再建营房，你就建那个砖木结构的砖瓦房，或者是集中力量建一些楼房，水电设施要一步到位。那当然好了，如果营房挨着镇子和挨着县城，家属就业、孩子上学，这些老大难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们这次来啊，就是要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的。可是经费预算那就远远不够了。钱少可以依次规划，分期建设，不建则已，要建就建最好的。我们回去就研究。你们二炮是国家的战略部队，国家是不是安全，你们可是顶梁柱啊。像这样艰苦的山区，总后勤部可以另外追加营房预算。好，那么咱们这老一套的设计方案就算是作废了啊！你们抓紧时间呢，物色地点，重新设计建筑蓝图，重新申报营房预算。是。可以放了。过去啊，也来过几次调查组，我这个本子上的问题啊，不知道汇报了多少次了。比如，部队吃水要从山底下挑，冬天坡陡路滑，时常有人连桶带人一起滚到了坡下。因为缺水，山上有的战士4年没有洗上澡。冬天冷了，这屋子里结冰，墙上挂满了霜。战士们睡觉得戴着棉帽子睡，下岗的战士们回来睡觉，冻得无法入睡，只好不睡。每一次调查组都说回去研究研究，研究，结果一去不返，杳无音讯。
这个刘春阳说的是大实话呀，也是掏心窝子的话。我们这一次再也不能让他们失望了。首长好。你好啊。谢谢首长。首长好。辛苦了。首长好。辛苦了。首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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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首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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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你好。首长好。你好啊。你好啊，辛苦了。多大了？报告，18。啊。洪部长，这就是你要找的刘春瑶。这个老营长3年前已调到团技术处当处长了，听说你要找他，刚赶到的。部长好。哎呀，刘春瑶同志，我是特意来看你的。谢谢首长。谢谢首长。3年前你汇报的那些问题都解决了吗？解决了，全都解决了。好啊。好啊。房子盖得不错，以后我们海岛上的战士们再也不愁住了。是啊，首长。3年前，总后机关派人来海洋岛调查，我抖着胆子反映了一些问题。没想到，第2年一开春，好消息就传来了。总后机关下拨了33.7万元给我们建设新营房。当时全营官兵高兴的呀，像过大年似的。是吧？是啊，新营房建好之后，吃喝拉撒睡的条件大大改善了。极大地提高了驻守海岛的官兵训练备战的积极性。我代表全营指战员谢谢首长，谢谢总后领导机关。谢谢我？我应该谢谢你啊。谢我？是啊，当年你这个营长呢，敢讲真话，军委的领导都被你打动了。你的战士们应该感谢你啊。我要感谢我们的战士。他们为国家、为海防的安全吃了不少的苦啊！我这个当部长的有责任呐。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舰上的厨房。起立！首长好。坐吧，坐。你们的伙食怎么样啊？报告首长，挺好的。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多吃一点。首长请。首长好。你们好。首长同志，西沙诸岛官兵集合完毕，请您指示。请上席。上席。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洪部长，您是第1位来西沙的军委首长，大家欢迎。同志们，我是代表中央军委来看望大家的，还带着中央军委交给我的任务，来到我们西沙群岛。那边的营房是不是去年新建的？是的。这是什么树啊？这是羊角树。
首长，走了一上午了，休息一会儿，喝点水吧。好啊，快把椰子拿过来。首长，我要喝水。首长，给您水。这是我们从路上带来的饮用水。我想喝一口这岛上的水啊。首长，这岛上的水怕您喝不习惯呢。你们官兵们常年驻守在这个岛上，喝这些水就习惯了。我喝一口怎么就不习惯了？去拿去。哎，小鬼啊，把你这水壶给我。首长。这水怎么这么涩呀？首长，这岛上的水就是这个味道。官兵们平时都是喝这个吗？是。首长，岛上主要喝储存的雨水，还有从海南岛运来的水。海南运来的水也是这种味道吗？是这样，运来的水放在铁罐子里面，时间一长，味道就变了。看来我们要尽快解决战士们的饮水问题啊！如果打起仗来怎么办？运输中断了怎么办？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去解决一些大型的储水器，用来储存雨水。即便是储存了，也需要净化才能喝呀。那就不能光建储水器，还要引进一些先进的净水设备。我们的部队要想在这岛上站稳脚跟，必须要去解决战士们的饮水问题。马上解决。是。维护我国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的权益，这个斗争必定是长期的、复杂的，也是尖锐的。所以我们必须周密规划，未雨绸缪，要做好各种准备啊！南海8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啊，一旦打起来，必须要保证我们的控制权。所以啊，中央军委决定要在西沙建一个机场，并且是现代化的机场。这个机场的选址工作，我们还要仔细的勘察呀，做好方案，尽快的报上来。现在战士们住的营房已经多久了？有10来年了吧。运送给养的军舰是今天早晨来的吗？是的。补给船大概多长时间来一次？2周左右。如果补给船不能按时到达，同志们怎么办？靠岛上的储备。我们的机场啊，就准备建在那个位置上。把图纸拿过来。这张图纸啊，是整个机场的设计图，大体建在全岛的东边。东边的地势整体比较开阔，有利于跑道的修建。整个跑道的设计还不能离战士的营房太近啊，不然会影响同志们的休息啊。战士们的休息很重要。
这个跑道的长度是不是安全啊？绝对安全的。还要考虑到大风的影响啊。考虑过了。油库和补给也要有一定的距离啊。好的。另外还要考虑到油库也要远离战士们的营房啊。放心吧，首长。1986年10月，洪学智率领中国军事后勤代表团访问美国。Mr. Hong,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洪部长，能请问你一件事吗？好，你请问吧。Okay, please. What school did you graduate 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为什么能在朝鲜战场建立一条炸不垮、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我是你们美国空军学校毕业的。I've never heard of this academy before.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学校。我们的运输线啊，是你们的空军轰炸出来的吧？Well, Mr. Hong, 那 if you'd like to work here, 欢迎你 you're 到 more 我们 than 这里 welcome 来 to. 工作。我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呢。再说到这里来工作，你们还得给我发工资嘛？啊Mr. Hong, 洪部 you're 长， in charge of the military 你是 logistics 管军队 department. 后勤的部长。 I have a question. 我想请问一 Are 下 troops abroad often 我们驻外 encounter 军队 logistical 常遇到一些 problems, 后勤方面的难题， such as problems 比如 with 带家属的问题。 transportation, 带上家属吧，不方便管理和部队行动；不带呢，又是一些人违反纪律，造成不好的影响。啊，这个事情好办。 So easy. It's easy. 好办。你把你们驻海外的军队都撤回国内来，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Why don't you withdraw the troops back? How about it? 1988年9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并在北京隆重举行上将军官授衔仪式。与1955年授衔相隔33年，洪学智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2次被授予同一官阶军衔，不仅在我军，而且在全世界的著名将领中，也是绝无仅有的。1990年3月，洪学智被增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7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任党组副书记。1993年3月，当选为政协第8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这就是小哑巴开的酒店吗？就是这个。老高啊，你这个酒店也太大了吧！我跟小哑巴说，不让他告诉你们这字儿是我写的。啊，你们现在猜这几个字儿是谁写的？那还用说吗？这几个字是你写的。你们请，哎，小哑巴，你快来啊！家来且了，你看看。呀，小哑巴，你都长这么大了，
哎，请，来里边请。你看这好不好？看看咱这休闲度假大酒店啊，这我起的名儿。哎，洪司令，你认识这酒吗？啊，这是什么酒啊？大别山的酒啊！对，好酒啊！哎，看看大别山的酒。哎呀，这酒这不是吗？你呀，是咱们金宝屯的大贵人。听说呀，你要陪几位贵人大驾光临。这小哑巴乐的是骑着摩托车就奔来县城，买回来这个大别山的酒。好酒啊！来，咱们干上一杯，欢迎各位大驾光临。来干一杯！来干杯！干杯！好酒吧？这是小哑巴的媳妇吗？那会儿你洪司令离开金宝屯的时候就说啊，让我们好好的照顾这个小哑巴，要给他娶媳妇儿。这个改革开放了，政策好了，我们就给他开了这个大酒店。这生意一好啊，媳妇就上门了，这叫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啊！哎呀，好啊！这是小哑巴的儿子吗？是啊，这小哑巴的儿子。过来，给爷爷抱抱。爷爷抱抱。哎呦，好，你看啊，这小伙子啊，小哑巴说话我能听懂。哎，宝贝，来，叫爷爷，叫爷爷，叫爷爷。哎，孩子，叫爷爷。叫啊！叫爷爷。快叫爷爷！孩子，叫爷爷，叫爷爷，快叫爷爷呀！爷爷。啊！哎呦！多好的孩子！来吧，为我们子孙后代干杯！来，干杯！好。你说什么？根据上级的指示，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不能随便外出，不能佩戴红军的标志。把头抬起来！哎呀，是我呀，我是傅斌啊。傅斌，傅组长。想当年，在延安窑洞，我奉上级的命令，摘去了你的五角星和红缨章。40年后，我受中央军委委托，给你发新军装，给你啊戴五角星，戴红缨章。你说说，以后有什么打算？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部下，我跟着洪主任一起干革命。好。哎呀，赶民呐！老首长，我们又见面了。我给你带个人来，以后他就在你们这个豆腐房跟你们一块打豆腐啊！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跟他同吃同住同劳动，带着他打
伙。老红头啊，高连长，哎，连长，有事啊？这个养猪的事儿啊，我可就听你的主意了啊。连长，你就放心吧啊。洪学智同志在我们家工连爱护知识青年，工作积极肯干，吃苦在前。应该说，菜种得好，猪喂得好，粮食扛得好，晒得好，面粉你磨得好。你到了金宝屯儿，他们让我们把你当成三反分子来对待，可我们没这么做。知识青年们把你当成他们的老师，当成他们的亲人。我高连长在心里一直把你当成我们的好部长、洪司令。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大别山啊！老伴儿，你想什么呢？我在想啊，从金寨走出的红军将士，1000个人才活下来1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这每一个活着的人身上，起码要担上1000个人的愿望和使命。每次回来啊，
我都会面对他们的灵魂，回想一下自己这辈子走过的路，仰头面对青天，低头面对英灵，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还算是问心无愧了。老伴儿，我死了以后啊，就把我的骨灰安放在家乡。我要跟金寨的烈士们永远在一起。这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别说这些话。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呀，谁也回避不了。70年前，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今天我还能囫囵个的回到这里，跟乡亲们团聚，知足了。知足了。2006年11月20日，洪学智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他的骨灰安放在安徽金寨的烈士陵园。洪学智，两英上将，国之勋臣。出生于双河农家，从容于商南起义，显赫于南征北战，扬威于抗美援朝，彪炳于现代后勤奠基，辉煌于改革开放创新。坚威屡善谋略，曲折愈显忠贞，勇武而见儒雅，刚直而怀柔肠，权重坚守本色，位高心在百姓，魂归故里，情系乡亲，桑梓立碑，永照后人。